欢迎收听。我们今天来深入研究一下 OpenAI。你可能觉得自己好像很熟 ChatGPT 了，但我们手上的这些资料显示，他们正在下的是一盘非常非常大的棋。真的，而且这棋盘的两端，一边是我们熟悉的软体，但另一边却是一个极度神秘的硬体。没错，这就是最有趣的地方。过去这一年ChatGPT 的软体进化速度快得吓人。但同时，他们也正跟 Johnny Ive， 就是那位定义了苹果美学的传奇设计师。对，就是他，跟他秘密打造一款全新的硬体装置。这两件事，看起来好像不相干，但其实是同一件事。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不只是看 OpenAI 在做什么，而是要解开一个更大的谜题。他们是不是想用一种你完全想不到的方式来终结我们对智慧型手机荧幕的依赖？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好，那我们就来一层一层把它拆解开来看。我们先从最吸引眼球的那个神秘硬体开始吧。资料里提到 OpenAI 和 Johnny Ive 合作的这个专案，内部代号叫 Gumdrop。 软糖。对，软糖。这名字听起来一点都不像 Johnny Ive 的风格我也觉得。他可是极简主义大师很难想象他会设计一颗软糖。但也许这正暗示了产品的亲和力了。哈哈，说的也是。不过最新的消息指出，这个软糖的具体形态可能是一支 AI 笔。一支笔？对，我们的消息来源说，其实有3款装置在同时开发，但其中一款非常确定的就是笔，另外一款则是便携式的音讯装置。OK， 一支 AI 笔，这个听起来有点抽象。我想你跟听众心里的第一个问题应该都一样，这东西到底能做什么？是我的手机或电脑办不到的吗？这就是关键。他想改变的不是功能，而是流程。流程？对，你想象一下这个情境，你在开会，用这支笔在普通的笔记本上随手写下重点，画几个草图。会议一结束，一份整理好的文字摘要和数位化的草图就已经自动同步到你的 Notion 或是任何笔记软体里了。你完全不用拍照、上传、打字。我懂了。它移除了所有数位化的摩擦力。它的价值在于无感。没错，把现实世界的物理动作无缝地转换成数位资讯。那资料里提到的语音功能应该也是同样的逻辑。你对着笔说话，它就直接变成文字记录，甚至可能直接变成一个待办事项。完全正确。而这背后的设计哲学就更有意思了。Sam Altman 给了一个超有画面的比喻。他说现在的智慧型手机体验就像走在时代广场。四面八方都是广告、通知、App， 不断轰炸你的注意力。这个比喻太精准了。我每天早上醒来，一拿起手机，就感觉自己被几十个 App 的通知围攻，真的是资讯轰炸，完全同意。对吧？所以他们希望这款新装置带来的感觉，更像是坐在湖边最美的小木屋里。哇！是一种宁静的、顾虑掉所有数位噪音的体验。Johnny Ive 也补充说，他们的目标是创造出能让人们更快乐、更满足、更平和、更少焦虑的产品。这就解释了一切，这几乎是在明示这款装置将会是无萤幕的。对，或者萤幕会被极度弱化，因为萤幕就是焦虑和分心的最大来源。没错。这也正是它跟之前那些 AI 硬体，比如 Human AI Pin 或 Rabbit R1 最根本的不同点。那些装置试图在一个小萤幕上重现手机的功能，结果两边都没做好。OpenAI 似乎想说，我们干脆不要萤幕，把所有互动都交给语音和最直觉的动作。所以它不是要取代 iPhone， 不是，而是要成为桌上的第3个核心装置，排在 MacBook Pro 和 iPhone 之后。这定位很聪明，它不跟你现有的装置竞争，而是填补一个全新的专注的互动空气。那这个湖边小屋什么时候才会盖好？根据我们看到的， Johnny Ive 在2025年11月的时候透露，原型机已经准备好了。已经有了。对，他预计在2年内，也就是最晚2027年底前，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它上市。进度听起来还不错，不过制造方面好像有点波折。
资料显示原本是找中国的立讯精密 Luxshare， 对但后来又转给了鸿海 Foxconn。对，这个背后其实反映了现在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啊。从中国转移出去，无论是到越南，还是考虑到美国的工厂，这里面有很深的地缘政治和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对于这样一款定位高端又是全新概念的产品来说，确保生产的稳定和安全，绝对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好，所以第一条线索我们找到了一个追求宁静，可能没有荧幕，目标是消除数位摩擦力的神秘硬体。但光有硬体没用，它的大脑是什么？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条，也是更关键的线索。过去这一年，ChatGPT 本身到底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连接非常漂亮，因为你说的没错，那种湖边小屋的设计哲学，其实对软体的要求非常非常高。怎么说？如果你拿掉了荧幕，就代表背后的 AI 大脑必须足够聪明，足够懂你，才能在你开口之前就预测你的需求。这也正是为什么 ChatGPT 在2025年的这些更新如此关键。我看更新日志的时候，第一个注意到的趋势就是深度整合，它已经不是一个独立的聊天室了。没错，2025年12月推出的 App 目录，还有跟 Slack、Notion、Gmail 这些工具的连接器 connectors，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意思是以后不用再复制贴上了吗？不止那样，那太小看它了。它的意思是，你可以直接跟你的 AI 比说，帮我看看今天早上所有标题跟 Alpha 专案有关的邮件，然后在 Notion 里生成一份重点摘要。等等，然后 AI 会自己进到你的 Gmail， 看完信，然后在 Notion 里写好笔记，你连一个 App 都不用打开。哇，它把所有软体都变成了它的后台资料库。这真的就是一个工作平台了。但要做到这一点，模型本身也要够强大才行。我们也看到了 GPT-5 系列的快速迭代，年底的时候已经更新到 GPT-5.2 了。而且他们还把 GPT-5.2 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拆分，分成3种模式。第一种叫 Instant 即时版，它反应超快，解释事情清晰有条理，非常适合日常的问答和学习。就像一个反应快、口条又好的同事。正是。第二种叫 Thinking 思考版，它会花多一点时间想一下，专门用来处理复杂的任务，像是帮你整理试算表格式、做财务模型，或是写一大段程式码。了解。第三种则是 Pro 专业版，这个就是火力全开，用来解决那些对错误率要求极低、非常困难的问题。这很有趣，所以他们等于是把一个超强的模型拆成不同人格的工具人来用了。哈哈，可以这么说。Instant 是你的快手助理 ，Thinking 是你的资深分析师 ，Pro 就是你最后的品质把关者。这对一般用户来说，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是，你可以根据任务的复杂度去选择最适合的脑力，而不用为了一个简单问题去动用最大也最昂贵的运算资源更有效率。对，这让 AI 的使用变得更有效率，也更经济。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 ，GPT-5.2 的知识截止日期更新到了2025年8月。对，这点很重要，代表就算它不联网，它的内建尝试也已经非常接近当下了。没错。你问他去年发生的事，他不会再跟你说我的知识直到2023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提升，它让 AI 的回答更可靠，也更能反映真实世界的现况。好，除了变得更聪明，整合度更高，跟 ChatGPT 互动的方式也变了。我对这个叫 Pulse 的功能特别好奇，它听起来有点科幻。的确很像电影里才会出现的情节。资料上说，它能根据你过去的对话和它对你的记忆，每天主动为你进行一次研究，然后第二天早上用一个视觉化摘要呈现给你。等一下，所以是 AI 在我睡觉的时候主动帮我工作，这听起来有点 amazing， 但又有点毛毛的。哈哈，可以理解，但这就是从被动应答到主动服务的巨大转变。AI 不再只是等你下指令的工具，而是变成一个真正懂你、会主动帮你思考的个人助理。他可能会发现你最近常查某个领域的资料，就主动帮你整理了最新的行业动态。这也需要强大的记忆功能来支撑吧。
我看这个功能从2024年就开始测试了。是的，记忆是这一切个人化体验的基础。它让 ChatGPT 能够跨对话记住你的偏好、你的工作背景、你提过的细节。就不用每次都重新叫它。对，你不用每次都重复跟他说我是谁，我写作喜欢用什么样的语气，他已经知道了。再加上语音模式的进化，更新日志提到2025年中的时候，语音互动已经变得非常自然，甚至可以及时翻译。是的，所以一个懂你、会主动帮你思考，又能用自然语言跟你对话的 AI 大脑已经准备好了。完全正确。软体层面的所有拼图都已经就位了。OK， 我们来把所有线索放到桌上，一边是那个追求宁静、无荧幕、极简设计的 Gumdrop 硬体，另一边是一个整合了我们所有工作软体、拥有长期记忆、能主动思考，还能用自然语音沟通的超强软体大脑。这两者到底要怎么结合在一起？当你把它们放在一起看，OpenAI 的完整策略就非常清晰了。怎么说？那只 AI 笔或音讯装置，就是为了实现 Johnny Ive 所说的平静互动而量身打造的新界面。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让你摆脱荧幕的干扰，用人类最古老、最自然的书写和语音来跟 AI 沟通。而我们刚刚讨论的所有 ChatGPT 软体更新，正在为这个看似简单的硬体界面打造一个强大到不成比例的内核。就是这个逻辑，我们来一一对应。好，进化的语音模型，让那支笔或音讯装置能听懂你，跟你对话，这是核心中的核心。记忆功能，让那个装置真正认识你，提供个人化的服务，而不是每次都像跟一个陌生的客服说话。了解。Pulse 的主动研究能力，让那个装置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工具，而是你的主动助理，每天早上为你带来专属的情报。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与各种工作软体的整合。这意味着你可以透过那支笔，用语音说一句话，就直接操作你的 Notion 页面，回复一条 Slack 讯息，或是在 Google 日历上新增一个行程。这是一个双轨并行的策略。软体层面让 AI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成为你所有数位生活的中心枢纽。硬体层面却提供一个让你几乎感觉不到科技存在的互动方式。对。这也完美解释了为什么 OpenAI 的做法可能会比之前的 Humane AI Pin 或 Rabbit R1 成功。那些装置的根本问题是，他们想用一个新的功能还不够强的硬体去挑战功能已经极度强大的手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他们的顺序出错了。没错， OpenAI 的策略是完全反过来的，先花费数年时间建立一个强大到无可匹配的软体生态系，也就是把 ChatGPT 变成你不可或缺的数位大脑。然后当这个生态系已经足够强大，用户已经深度依赖之后，再为它量身打造一个最佳化的、最无干扰的硬体入口。硬体是为了服务那个强大的软体生态系而生，而不是反过来。对，当我们一直在猜 OpenAI 的新硬体究竟是什么，一支笔、一个别针、一个小盒子，或许还有一个更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怎么说？ Sam Altman 用时代广场来形容手机，希望新装置能带来湖边小屋般的宁静。这清楚地表明，这款装置的设计初衷不只是为了在市场上增加一个新玩具，更是为了从根本上挑战我们与当今这个最主要的数位装置——智慧型手机之间的关系。这确实引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也可能是未来10年科技领域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什么？当 AI 真的变得足够强大、足够聪明，并且能够无缝融入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时，我们还需要一个充满了无数 App 图标和通知红点的荧幕吗？OpenAI 的 Gumdrop 专案可能就是他们对这个问题提出的第一个，也是极具野心的答案。